So here in Ontario, we have the option to buy milk in cartons or in bags like this. 这是 Sherry 在2018年演示如何使用袋装牛奶，短短的3分钟视频累计了50万次观看，以及评论区来自美国观众的费解。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要喝掉64升的牛奶，而你去超市的时候，不管是全脂的、脱脂的、2%的，还是巧克力味的，都会被包装在这样的纸盒里，或者像这样的塑料桶里。但在加拿大，你很可能看到的是这样的4升装，一个大塑料袋包着3个透明小塑料袋。于是各种各样的梗就来了。Is that where the expression "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 comes from? Canadians? Yeah, it comes in bags. Wow, it's like a plastic movie. Oh my god. This is impossible to drink. How do you do this? Alright, now we're gonna have the milk bag in. Oh my gosh. 但如果你稍稍做一些调查，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加拿大城市都会用这种包装，且往前追溯这个现象的源头正是美国自己。20世纪早期的北美，冰箱和松奶工几乎同时出现，把它们串联起来的是这个。历史上关于玻璃奶皮的专利其实很多，包括许多今天看起来很奇葩的造型。直到1950年，由 Bunk Glass 公司 Roden Blanc 设计的夸克奶瓶，终于令这场造型竞赛尘埃落定。这对使用桶和这样的壶来批量盛装牛奶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改变，并在逐渐流行后成为很多城市的法定要求。但是玻璃瓶的缺点也很明显，据统计，平均每在牛奶工和买家之间往返22.5次，就会损耗或遗失一个奶瓶。此外，牛奶厂还要承担运输、清洗和消毒奶瓶的工作，也无疑额外增加了成本。而运输过程中的人为手脚以及可能造成的卫生隐患，为玻璃牛奶瓶的退出送出了临门一脚。此时，塑料壶已经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同时出现利乐公司的专型纸盒，更是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一举将发明者汉斯·罗辛送上了英国富豪榜的第2把交椅。紧接着，在1968年，由美国杜邦公司与 Guaranteed Pure Milk 公司首次以蒙特利尔和温哥华作为试点城市，发行了新款整囊造型的袋装奶。但真正让袋装牛奶在加拿大称霸货架，其实另有原因。当时的加拿大作为英联邦国的计量单位是英制，美国则是美制，每个单位的称谓都很相似，但衡量标准却截然不同。因此，为了加强与这个最重要的邻居贸易往来，两国商议后决定把对公制的统一应用提上日程。于是，由时任自由党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牵头，从1970年开始逐渐更替计量单位，并成立了公制委员会进行监督。比如，在1972年开始的为期5年的速度公制的调整，将所有路牌和车速表都从 mph 改成了 kmh。而液体单位，比如汽油，也在1979年完成了从加仑到公升的转变。此时的美国也如约在1975年通过了公制换算法，计划在10年内完成转化。只是事情不随人愿，因为成本、50个州的多样性，这项法律即使在1991年老布什签署了12770的行政令，也没能真正贯彻下去。于是被成功爽约的加拿大也丧失了主要动力，也同时顾及了来自国会内部追求自由计量派的阻力，在温度、重量等一些计量单位上依然保持了传统。但持续数年的混乱局面令此时的乳制品包装公司不知何去何从，便索性坚持继续使用塑料袋，以降低转型成本，用观望的姿态延续到了今天，也培养出了袋装牛奶的必要性和消费者习惯。此外，有些地方还从法规上做出了限制，让经销商出于销售考虑限制了其他容器。比如安大略省就限制了473毫升以上的桶装奶销售，并以回收为名义向这些容器的消费者收取一定的押金，变相促进了袋装奶的发展，也成了加拿大的一道特色。但如果不限容量，其他小袋装的牛奶在其他国家也一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比如美国在1989至1992年期间，杜邦公司出品的这种迷你牛奶袋，每天就要消耗掉300万个，用于学生在校内使用。而连锁便利店品牌 QuikTrip 在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以及爱荷华州销售的袋装牛奶也是当地的主打产品之一，占总公司牛奶销售额的 14.5%。同时 Dairy Crest 公司在英国将袋装奶称之为环保的明智选择，
试图吸引绿色消费者。理由其实很简单，大多数回收站并没有处理袋装塑料的能力，但事实是他们也没有处理大量塑料桶的能力。原先的解决方式是运到至中国等亚洲国家处理，但自从这些国家拒收后，塑料桶的命运不是被填埋就是焚烧。所以说，最好的环保方式其实就是少生产。考虑生产塑料袋所需要的塑料是桶的1/4，选择袋装奶确实是一个相对绿色的解决方案。此外，袋装奶的不可密封属性也会对用户有心理暗示，让买家加速消耗掉打开的牛奶袋。2015年，内布拉斯加州的金山小学在学校午餐中引入了个人大小的袋装牛奶后，发现当透明塑料袋中的剩余牛奶可观测时，孩子们会尽可能的喝完。当然，这不代表牛奶袋的江湖地位能一直不动如山。加拿大连锁便利店 Max 就在2013年底进行3升桶装奶试点，掀起一波争议。代表奶农利益的安省奶农会 DFO 与代表工厂利益的安省乳制品议会 ODC 对簿公堂。前者认为4升会影响3升的销量，后者则希望将选择多元化的同时，将新标准推行到整个行业，从而避免个别零售商从中牟利。这么看来，发生在容器上的故事似乎在追求一种动态中的平衡，在反反复复中循环下去。